它是流传千年的补药之王，专补虚劳症、亚健康，越虚越管用。今天聊聊当代人急需解决的亚健康。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人到中年后，总感觉自己全身都不得劲，哪都不舒服，一天到晚总是感觉累、疲劳，脑子也不好使。原来半天能完成的工作，现在一天做完都累得够呛，睡也睡不好，醒得早，吃饭不香，大便永远不成形，动不动就出虚汗，脸色不好看，一不小心就感冒。担心身体，跑去医院检查吧，又查不出个结果，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解决。其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亚健康，中医称为五劳虚疾。五劳是什么意思呢？黄帝内经对五劳也有论述：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这叫五劳。虚疾不用说了，就是身体虚弱到极点了。这五劳伤的就是五脏六腑，伤血伤的就是肝与心，伤筋伤的就是肝，伤骨伤的就是肾，伤肉伤的就是脾，伤气伤的就是肺。你说一个人的五脏六腑都伤透了，身体状态还能好吗？关于亚健康还有很多说法，比如中医的虚劳症，比如现代常说的疲劳综合征、免疫力差等等，这类问题中年人、白领一族最常见，因为这群人往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压力大，好多就是用命来拼工作、拼事业，他们也是万万不能倒下的一群人。如何帮助我们当代忙碌而忘了健康的人摆脱虚劳，告别亚健康呢？现代医学有没有好办法我不知道，但是中医有一个极妙的方子能做到，它就是流传千年的补药之王鼠玉丸。现代医学查不出原因，束手无策的亚健康、疲劳综合征、抵抗力差，它都能调理好。很多用过这个方子的朋友都惊讶它的神奇。最大的感受就是整个人就像放了一个大大的长假，一下子脱胎换骨了，精力充沛了，明显感觉年轻时候的状态回来了。原来是吃什么都没有胃口，现在胃口好的不得了。原来是排便不畅，大便不成形，用方之后大便能成形了，排便轻松了，还有气色好转，睡眠质量好多了。还有一个最显著的改变，就是感冒少了，原来受一点寒就抵抗不住，或者身边有一个人感冒都会被传染，现在一年都感冒不了1次2次，简直就是效如伏骨。如此奇效妙方是出自哪位神人之手呢？自然是柴胡最敬佩的医圣张仲景老师了。仲景老师一般用方都很简洁，唯独鼠玉丸前后后用了21味药材，所以鼠玉丸属于二班的。治虚劳为什么要用如此大的组方呢？因为虚劳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要统筹兼顾，要全面调理，要把身体的各种虚都补回来，但又不能急于求成。张仲景老师真的是用心良苦了。好了，不废话了，公布方子了。鼠玉丸方：生山药、当归、桂枝、神曲、生地黄、大豆黄卷、炙甘草、人参、川芎、白芍、白术、麦冬、杏仁、柴胡、桔梗、茯苓、阿胶、干姜、白脸、防风、大枣去核。中医讲汤者当也，丸者缓也，急症用汤，虚症慢病用丸，这是一个补虚的方子，所以适合做成丸子服用。怎么用呢？首先把配伍的药材打成超细药粉，然后用蜂蜜把这些药粉搓成丸子状。放心，不用大家自己做蜜丸，药店已有中成药，直接买来服用就可以。如果大家只当做日常的一个保健养生用，每天服用1丸就可以了。体虚或者特别虚的朋友可以1天2丸，早晚各1次，空腹时用黄酒送服更佳。用药如用兵，看看张仲景的鼠玉丸如何扫除虚劳症。第一步，寻求外援，补足空虚。古代打仗，敌人都是趁城防空虚、兵力不足的时候发起进攻，身体虚劳就是气血亏虚了，所以我们先要稳固城防，补足气血亏空。鼠玉丸是怎么做的呢？方中用当归、川芎、白芍、生地黄还有阿胶来补血，前面4味药刚好就是著名的补血方4物汤。然后阿胶更不用说，滋阴补虚补血圣品，补血了自然要补气，气足了血才能活，才能用得恰到好处。张仲景老师用了党参、白术、茯苓、甘草来补气，这4味药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补气鼻祖方4君子汤。
外援来了，气血补充足了，就可以阻敌于城外。接下来就要壮大自己，如何壮大呢？所以第二步就是健脾养胃，增强免疫力。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也是人体免疫力的大本营。医圣张仲景治疗任何疾病的方剂，都安排了调理脾胃这一环。蜀玉就是山药，所以蜀玉丸就是张仲景以山药核心药材组建的补虚方。山药绝对是补脾第一名。本草讲，山药能健脾补虚，益精固肾，治诸虚百损，疗五劳七伤。它就像一个稳重大方的中年人，不急不慢，不温不火，慢慢的疗愈你的脾胃，补足你的亏虚。脾胃也是此方的重点，所以补脾肯定不只靠山药一个人来单打独斗。方中还有100颗大枣补脾养血，还有茯苓祛湿健脾，还有甘草补中益气，麦冬滋阴健脾，白术燥湿健脾，最后还有干姜温中散寒来温暖脾胃。气血足了，脾胃强了，免疫力大增，所以第3步就要发起反攻，驱赶外邪了。驱赶外邪，蜀玉丸也是用了重点，桂枝、柴胡、防风、白脸、大豆黄卷、神曲，还有桔梗加杏仁。防风、白脸是驱风药，它们就相当于孙悟空，给唐僧划的防魔圈，金钟罩有了这一层保护，妖魔鬼怪、风寒湿毒等外邪绝对不敢靠近。桂枝是解表剂，能发汗解肌，温通经脉，助阳化气，平冲降气。柴胡也是解表，同时疏肝理气，它们2个能把皮肤甚至肌肉里的寒邪驱赶出去。神曲主消食导滞，大豆卷祛湿热之邪。最后桔梗、杏仁主升降，桔梗配合柴胡主升，白脸和杏仁主降，一升一降，调达上下，宣通内外，合畅气机。气机运转开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是有助于气血的运行，一个是有助于驱除外邪，从而确保这场对抗虚劳的战争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蜀玉丸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十全大补方，看着药多，但是每一味都必不可少，千古名方4物汤、4君子汤都能融入其中。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看到这个药方，心中充满赞叹，真乃神来之笔，不愧为千古名方。虚不受补的人可以放心的用这个方子。有些人虚的不得了，但是一用滋补品就上火，补不进去怎么办？如果你是这种情况，可以大胆放心的用蜀玉丸。蜀玉丸是张仲景老师的经方中唯一一个不用疏通身体就可以吃的补养药，因为这个方子以平补为主，而且非常重视脾胃的调理，所以能补得进，能补出好的效果。虚不受补的人用蜀玉丸，往往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如果身体素质非常差，动不动就生病，3天2头感冒，一定要用蜀玉丸。这类体质差的人多半脾肾亏虚，5脏6腑皆虚，这样的人吃蜀玉丸特别对症。身体特别虚的人，或患重病，身体虚弱，不思饮食的人，可以1日吃3颗，慢慢能恢复胃口和体力，而且吃蜀玉丸还比较耐饿。如果你是中年人，是白领，常年处于亚健康状态，属于疲劳综合征，最好每年服用一段时间蜀玉丸。一天到晚都感觉累，身体沉重，浑身没劲，感觉怎么休息都无法完全缓过来，去医院检查又没有器质性的问题，那你不妨试试医圣张仲景的蜀玉丸，给身体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吧。身体极度虚弱的人，尤其是癌症化疗患者，蜀玉丸是最佳的强壮正气药。蜀玉丸不光治病，还特别能够给身体加油鼓劲。对于那些身体虚弱的人，极度虚弱的人，大病初愈的人，尤其是癌症化疗患有，此时最需要的就是强壮正气，用蜀玉丸最合适。它能强壮正气，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最后，给这个了不起的补药之王来个大总结吧。一切虚劳，一切亚健康，一切疲劳综合征，请大胆的用它。再具体一点，包括但不局限于慢性虚损疾病、气血两虚、睡眠差、乏力、头晕、皮肤干燥、面色萎黄、脾胃虚弱、食欲不振、不消化、大便稀溏、腹胀腹泻、精神不振、面黄肌瘦、肾虚、神疲乏力、精神不振、腰膝酸软、失眠多梦、女子闭经、久病虚弱、倦怠无力、周身疼痛、不耐风寒、不耐劳作、小便量多、遗精或白带量多、身热感、贫血、消瘦等等。张仲景老师的补药之王蜀玉丸。
送给全天下为家庭、为事业辛勤打拼的可敬之人。